无意间发现女友的孕检单，我欣喜若狂，几次请假想要陪她去医院检查，都被她毫不留情地否决，甚至不耐烦地质问我：你凭什么偷看我的隐私？你只是我男朋友而已，能不能别多管闲事？我以为是女友想给我准备一个惊喜，只好偷偷跟随她去医院了解情况，却不成想，在我面前从来都是女强人的女友，此刻却一副小娇妻的样子，依偎在她的白月光怀里。医生笑容宠溺：你丈夫可对你真好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同时松了一口气。我在身后出言嘲讽：是吗？看起来是挺般配的，祝福所死。然而我离开后，女友却后悔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还好只是一个误诊，不是肿瘤，是确认怀孕了。你丈夫可对你真好啊。我刚才说那些注意事项的时候，他听得可认真了。病房内的医生和护士都露出艳羡的表情，我的女友宋慕瑶更是像一个小娇妻一样，小鸟依人地依偎在男人的怀里。她这个人就是比较靠谱，所以我才能够卸下所有的伪装，安安心心地为她生儿育女。她脸上的那种表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在我面前，宋慕瑶一直都是自立自强，甚至可以说从来没有依靠过我。我也曾因为这件事跟他闹过。我是你男朋友，是你未来要相守一生的人，你伤心难过，有困难的时候，为什么就不能依靠我一下呢？可得到的却只有宋慕瑶不冷不热的一句：你能不能别把我和那些小女生并作一谈？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是在施舍我。女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？我就要自己拼出一番天地来，才不要像他们说的那样留在家里相夫教子。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里还闪着光，活脱脱像一个自力更生的大女主。我还因此给她买了许多的礼物，赔礼道歉，以为是我误会了她。如今看来，宋慕瑶也并非什么大女主，而是她依靠的那个人不是我罢了。一墙之隔，我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有些自嘲地笑了笑。我突然就觉得这段感情实在是有些可笑。或许宋慕瑶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就连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，我都有些不确定是不是我的了。我本想着一走了之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咽不下这口气，索性站在病房门口拍手叫好。是吗？两位看起来是挺般配的，那我只好祝福所死了，就别再出去祸害其他人了。我话都还没说完，就看到宋慕瑶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眼里闪过一丝心虚，但很快又恢复正常，一脸憎恨地看着我：许慕年，你居然跟踪我，又想闹哪出？还嫌上次丢人丢得不够多吗？宋慕瑶那语气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一样。我记得他口中的上次说的是什么？那天我接他下班回家，到了小区刷门禁卡的时候，一张报告单却从宋慕瑶的包里滑落，我一眼就看到上面写着疑似怀孕的字样，顿时欣喜若狂地抱住了她。瑶瑶，你怀孕了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太好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可宋慕瑶和我的反应截然相反，她慌乱地抽过我手中的检查报告单，塞进包里，皱着眉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：你凭什么偷看我的隐私？你只是我男朋友而已，能不能别多管闲事？我被她的反应弄得有些不知所措，想要跟她解释，却被她一把甩开。周围全是看热闹的人在窃窃私语，他的脸涨红，怒不可遏地朝我吼：这种事有什么好炫耀的？非要在所有人面前丢脸，你才满意是吗？
真不知道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。他说完就转身离开，独留我一人在原地被嘲笑。许暮年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耳朵聋了吗？在这里装什么哑巴？宋慕瑶怒斥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抽离，我突然间就觉得有些可笑。自己谈了7年的男朋友突然出现在医院，发生这样的事，他身为女朋友，一句关心解释都没有就算了，出口就是怀疑。在他眼里，我难道就是这么不堪的人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难不成是做贼心虚了？宋慕瑶被我的这句话给噎住了，他大概怎么也没想到，向来都逆来顺受的我会说这样直白的话，让他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。再次开口时，宋慕瑶语气变得更加愤怒，带着被人当众拆穿的心虚。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整天疑神疑鬼的，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有意思吗？被我们这样一闹，病房的医生和护士都围了上来，门口还不妨聚集着一些看热闹的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瞅着像抓奸现场？刚才还那么甜蜜的一对夫妻，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一个第三者？宋慕瑶要脸，此刻把头低得很低。先前来的那个男人更是直接护在了宋慕瑶身前，将他挡得严严实实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心眼怎么就这么小？冲一个孕妇发火算什么本事？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来胡闹的地方。我笑了，是被气笑的。绿帽子都戴我头上了，还要怪我心眼小？难道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你一个知三当三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呢？他被我对得说不上话来，咬牙切齿地看着我。你这个男人我认识，是宋慕瑶曾心心念念不忘的白月光苏鹤尘。那时候他主动跟我表白时，曾大言不惭地说，忘掉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开启一段新的恋情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信了，得到的结果却是他们俩背着我勾搭在一起，连孩子都有了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要没什么事就赶紧离开，别在这里给我们添堵。苏鹤尘毫不避讳的样子，倒显得像我才是那个第三者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死死地盯着宋慕瑶，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然而他却始终沉默不语。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回答，他选择了默认他们才是一对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医生也怕出什么意外，连忙出面制止。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，私下解决，这里是做检查的地方。医生的话都还没说完，宋慕瑶就迫不及待地开口。医生，这人就是脑子有问题，一天到晚到处闹事。我和我丈夫还有好多检查要去做，没工夫跟他瞎扯。你们赶紧叫安保人员把他赶出去吧，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宋慕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甚至都不敢转头看我一眼，余光里全是对我的警告。我站在原地，不可置信地听完这一切，浑身的血液开始不受控制地倒流，心里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，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。宋慕瑶宁愿说我脑子有问题在闹事，也不愿意承认我和他的关系。难道说实话和我解释一句很难吗？我张了张嘴，又生生地把嘴边那些质问的话咽了下去，到最后索性轻嗤一声，确实不认识。这位小姐跟我的女朋友长得很像，认错了，不好意思，让大家见笑了。那一刻，我明显地从宋慕瑶眼里看到她松了一口气。我的不吵不闹让他以为是我又一次的妥协，就连表情都变得高傲了许多。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转身直接离开了医院。医生办公室的大门迫不及待地紧闭，是宋慕瑶亲自动的手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就明白了一些事。
出轨永远都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不忠的感情不要也罢。我回到车上刚坐下，就看到放在副驾驶上的一个盒子，那里面是我准备的求婚戒指。我原本打算今天从医院出来后跟他求婚的，却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手机提示音在这个时候接二连三的响起，我打开一看，全是宋慕瑶发来的消息。今天是你有点太无理取闹了，那么多人也不嫌丢脸，还把话说得那么难听。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人会怎么看阿晨？抽空给他道个歉，这件事就这样算了。我要是不喜欢你，能和你在一起7年，更何况我和他就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，别整天就知道胡思乱想。今天就只是一个意外，刚好碰上了，就让他陪着一起了。看着手机上接二连三弹出来的消息，我的内心变得很不是滋味。印象里，宋慕瑶几乎很少主动给我发消息，每次都是我们大吵后，他给了我一巴掌，又会给我一颗甜枣，主动跟我解释一下和他在一起的这7年。我不知道是第几次听到普通朋友类似的解释了。一开始我深信不疑，可是如今我实在是做不到继续欺骗自己。若真是普通朋友，为什么医生误会的时候不做解释？为什么怀孕这么大的事情不告诉我，却要告诉一个普通朋友？为什么立志要做女强人的她，会在别的男人面前小鸟依人？我想不明白，也不愿再去想。若是放在以前，宋慕瑶只要主动解释了，就算是再大的争吵也会就此翻篇。我甚至还会天真的以为这是他在乎我的表现，才会主动跟我解释。可是现在我却不想再这样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。我拉黑了宋慕瑶的联系方式，顺势将买的求婚戒指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里，开车回家。这一晚我睡得很不安稳，梦里全是我和宋慕瑶的过去。我是在和宋慕瑶在一起的第2年，无意间发现他和苏鹤尘之间还有联系的。那时候他跟我解释说，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就算没有了爱情，也有亲情。在他刚出来工作时，是苏鹤尘一直在背地里默默地支持他，给了他很多的帮助。之所以没告诉我这些，也是怕我误会。可那时候我实在是太爱宋慕瑶了，他说的那些话，我都选择了相信，相信他能够把握好之间的分寸，因此任由另外一个男人插足在我们俩之间，却不成想到最后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。一直到第2天早上，我是被宋慕瑶的声音给吵醒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卧室的房门被他重重地打开，睁眼就看到他一脸怨气地盯着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睡觉？你不给我准备早饭，我吃什么？许慕年，你现在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了？宋慕瑶小时候原生家庭的不幸，导致她小年纪就患了很严重的胃病。我知道后很心疼她，变着法的各种给她做营养餐。这些年，她的身体都被我养得差不多了。宋慕瑶也习惯了心安理得接受我的付出，可她忘了我是她男朋友，并非这个家的保姆。有些事我也可以不做。见我不为所动，甚至是翻了个身继续睡，宋慕瑶心底里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掀开被子，二话不说就将我拉了起来。许慕年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什么态度？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扒开宋慕瑶的脑袋，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。每一次的争吵过后，她都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使唤我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可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钉在我心里的每一颗钉子，就算拔，最后伤痕也依旧在。总有一天我也会忍不下去。我没有说话，
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反倒是让宋慕瑶有一丝心虚。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我脸上又没写字，医院的事情，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宋慕瑶顿了顿，似乎也没想到我会再次提起这件事情，有些不耐烦地朝我翻了个白眼。手机上不都跟你解释了吗？你还想让我说什么？你自己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我能怎么办？从他的口中，就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一样。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，还什么都没来得及说，宋慕瑶却像是被我的这个举动刺激到了一样，顿时就炸了。许慕年，我发现你现在是真的有些不可理喻了，一点小事你都要跟我没完没了的闹。当时那么多人围着看笑话，我要真的承认和你的关系了，我的脸往哪儿放？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阿晨好心帮我，你不谢谢他就算了，还出言侮辱，有你这样做人的吗？你这副表情搞得我好像真的出轨了一样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再说了，你只是我男朋友，管这么宽，是不是有点越界了？我只是在跟你谈恋爱，又没结婚，我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吗？非要我围着你一个人转，你才会满意吗？我有些佩服宋慕瑶倒打一耙的本事，抬头对上他的视线，一字一顿。既然你这么委屈，那不如分手好了。房间里有那么片刻，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宋慕瑶，她的表情一点点地变得扭曲，到最后又回归平静，不冷不热地开口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这么多年的相处，我实在是太了解宋慕瑶了。此刻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一样。若是放在以前，我最害怕的就是宋慕瑶生气了，害怕她会因此抛下我，所以每次都会想尽各种办法，像一条舔狗一样摇着尾巴去哄她开心。就算错的人是她，到头来还要被她一顿乱骂，也会舔着一张脸追在他身后。可是如今，我的内心却毫无波动，就好像这是对我来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一样。我的沉默让宋慕瑶怒不可遏地拿起一旁的杯子，狠狠地扔在地上，玻璃碎片溅了我一身。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：“许慕年，你脑子里除了那些龌龊的想法，就没有装别的东西了吗？话都跟你说的这么明白了，你还要胡思乱想？你到底要让我怎样？我一个人去医院检查，朋友碰见了一起陪同，有什么不对的？你到底在计较什么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，居然还用分手来威胁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还没有嫁给你就怀了孩子，你不想着负责任就算了，还说出这样没良心的话。许慕年，你这样做跟一个渣男有什么区别？”宋慕瑶越说越激动，到最后甚至哭了起来。这是他一贯的做法，只要他一哭，就算是他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我都会想办法给他弄下来。宋慕瑶几乎是笃定了我会心软，一边哭一边还用余光瞥着我，可我始终站在原地不为所动。眼看着这一招行不通，宋慕瑶还想再说点什么，手机铃声却在这个时候响起。我只用余光瞥了一眼，就看到了上面的备注：阿晨。宋慕瑶前一秒还在痛哭，后一秒就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，按下了接听键。喂，阿晨，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？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宋慕瑶的表情立马就变了，一脸担忧，就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着急起来。怎么会突然发高烧呢？你现在在哪个医院？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这个时候提他的名字做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他，你会变成这样？电话挂断后，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，就看到宋慕瑶一脸愤怒地瞪了我一眼，
要不是因为你那天在医院胡说八道，那些好事的网友会找到阿晨的号去辱骂他吗？都是因为你，阿晨才会被气得生病发高烧。可你呢，到现在都还在恶意揣测别人。都是男人，你的心眼怎么就这么小？这几天你就在家好好反省吧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给阿晨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宋慕瑶说完就恶狠狠地摔门而去，只给我留下了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。他甚至在别的男人提起我的名字的那一刻，心里想的也只有别人。我突然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，在这一刻就像是一场笑话一样，可笑至极。宋慕瑶这一走，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家，也没有任何消息。我也没有像过去一样一直围着他转，总担心他在外面会出什么事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原来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很美妙。一直到了周末的晚上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，电话那头开口的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了是谁。宋慕瑶。我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以往每一次吵架冷战的时候，都是我主动去道歉的，然而这一次我无动于衷，宋慕瑶却反而有些沉不住气了。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不悦，像是在责怪许慕年，你怎么把我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，害我今天想找你的时候，半天消息都发不出去。你这样做难道就没有想过我会担心你吗？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。关心我？宋慕瑶和我在一起了整整7年，关心我的事情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这些年但凡他有一丝不高兴，都可以随意的拉黑我，因为他笃定了我不会离开。如今我不过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，才这么几天就受不了了吗？我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脑袋，语气冷漠。什么事？电话的那头他明显的顿了顿后才开口。你是我男朋友，难道没事就不能联系你了吗？你这人真的有些莫名其妙了。哦，我没有理会他语气里的吐槽，敷衍的应了一声，便把手机放到了一边，继续看电视。和宋慕瑶在一起之前，我一直都是一个恐怖片的忠实热爱者，是因为他说他胆子小，害怕这些。自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看过。如今重新体会到这种刺激的感觉，我才明白，人就应该自私一点，多为自己考虑，否则就会活得像个笑话一样。我冷漠的语气让宋慕瑶有些不知所措，毕竟在这之前，他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都会听到我极其兴奋的声音，并且从来不会让气氛冷落下来。良久过后，我听到宋慕瑶有些迟疑的声音：许慕年，你该不会还在生气吧？我就不明白了，至于吗？阿晨都没有跟你计较这件事情，你还在这生上闷气了，不觉得有点丢脸吗？我实在是有些不能理解宋慕瑶的脑回路。照他说的那样，他们俩都在医院扮演上情侣了，难不成我还该感谢苏鹤尘大度？什么狗屁逻辑？我难道是有什么自虐倾向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又听到宋慕瑶不容抗拒的声音：晚上我组了个局，都是我的那些朋友，你过来，有什么问题咱们当面好好聊聊，别在背后搞这些莫名其妙的。你以前不是总说想要见见我的那些朋友吗？刚好趁这个机会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到现在，宋慕瑶都固执地觉得我是在跟他闹，也不认为自己有做错什么。宋慕瑶有句话说得没错，在过去我恨不得去参加属于宋慕瑶的每一场聚会，迫切地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。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了整整7年，他从来没有对外介绍过我，知道我们俩关系的人少之又少，反倒是他身边的那些朋友都认识苏鹤尘。每次我提起这件事，
宋慕瑶都会不耐烦地给我翻白眼。阿晨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他们认识他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？你能不能别总是那么斤斤计较，什么都要跟别人比？你的虚荣心怎么这么强？久而久之，我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，怕宋慕瑶又以为我是想攀比什么，我就不过去添堵了，没这个必要。而且我也不觉得跟你们有什么好聊的，说的好听是带我去见朋友，无非是想让我当着众人的面给苏鹤尘道歉罢了。在宋慕瑶心里，谁也比不上他的存在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已经不在意了，所以那些朋友不见也罢，我拒绝得很干脆。电话那头的宋慕瑶直接愣住了，他或许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有拒绝他的一天。良久的沉默过后，电话那头传来刺耳的怒斥声：“许慕年，你又在发什么脾气？明明怀孕的人是我，怎么你变得那么矫情了？你自己做错了事，让你道歉，难道就这么困难吗？你到底在高傲什么？”这些年的逆来顺受，让宋慕瑶心安理得地觉得我就该做这一切，但凡我不顺着他，就是我的不对。可是凭什么呢？都是第一次生而为人，凭什么我就要一一而再再三地让着他呢？我都和你说了，我现在和他只是朋友关系，你就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堪。那天医院的事情就只是一个意外，我不想遭受那些流言蜚语，所以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，这有错吗？你们一个是我男朋友，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让你们之间有误会组局，让你们吃顿饭，你眼里就这么容不得沙子吗？难得宋慕瑶愿意一而再再三地跟我解释一件事情，我却没有任何心思听，甚至觉得他有些聒噪。看了一眼即将开始的电影，重新拿起了手机。说完了吗？我的电影要开始了。没办法继续接电话，拒绝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。电话那头传来，他很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像是在极力忍耐什么。许慕年，我再跟你好好解释，你就不能认真听吗？我有些无所谓地笑了笑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之前是我不懂事，不该跟你闹。你和苏鹤尘之间就只是普通朋友吗？我知道的，以后都不用跟我解释。祝你们玩得开心。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去看电影了。不知为何，听我这样说后，宋慕瑶突然就觉得内心变得很复杂，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。许慕年，你真的没有生气吗？你和谁去看电影了？自己一个人吗？需不需要我来陪你？我有些不耐烦的回应，更多的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从前我各种斤斤计较的时候，宋慕瑶总是嫌我控制欲太强，限制她的人身自由，说我整天疑神疑鬼，就知道胡思乱想。如今我活成了她想要的样子，她却还是固执的想要一个答案。多可笑！我为什么要生气？都是成年人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又不是不可以。不要浪费你的时间。挂了。那一刻，宋慕瑶突然沉默了。我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这句话，她也曾跟我说过无数次。每次宋慕瑶因为苏鹤尘抛下我之后，都会如此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，是我晚上淋了雨，突然高烧不退，我想让宋慕瑶送我去医院，去找遍了整个房间，都没能找到他的人影。打电话过去后才知道，他在照顾苏鹤尘。你又不是小孩子，非得让人陪着，难道自己一个人不可以吗？别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浪费我的时间。阿晨他生病了，身边离不开人照顾。我强撑着浑身的酸痛，虚弱地开口：瑶瑶，我好像也生病了，现在好难受，你可不可以？我以为他心里至少会有一丝我的存在，可现实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巴掌。你这样东施效颦有意思吗？
都跟你说了，阿晨身边离不开人照顾，你还要用这种低劣的手段吸引我的注意力，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我没有等宋慕瑶的回答，就直接挂了电话。电话那头的他，内心却闪过一丝莫名来由的慌张，像是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在悄然流逝一样。那天晚上我没有去，他们依旧玩到了很晚才结束。临睡前，共同好友突然给我发来了一张朋友圈截图，是宋慕瑶和苏鹤晨接吻的照片，两人看起来都是一副享受的样子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两个难道分手了？后面还跟着一个戏谑的表情，不难看出，朋友也是抱着吃瓜的心态来问的。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都要结束了。我无所谓的回答，可能是我的女朋友有新的男朋友了吧，挺般配的，替我点个赞。回复完后，我默默地将那张截图保留了下来。这怎么不算是一张证据呢？我突然就有些好奇，拿着这张图片去当面质问宋慕瑶，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？不知为何，这一晚我睡得格外舒服，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我才醒来。推开卧室门，就看到宋慕瑶坐在客厅，她一脸疲惫的样子，像是没有休息好一样。听到动静后，她立马就转身质问我，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你知不知道我突然肚子痛，还是阿晨送我去医院的？你作为孩子的父亲，为什么现在对我一点都不关心？你难道忘了我还是个孕妇吗？宋慕瑶一连串的责备像炮火一样接二连三地砸到我身上，我只觉得有些好笑。原来她还记得自己是个孕妇，可朋友发来的截图里，她和苏鹤晨贴身热舞时的样子，可看不出来一点。再说了，我也不一定就是孩子的父亲，又何必如此上心？想到这里，我也是冷漠的回复：哦，那你现在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如果肚子还很不舒服的话，需不需要我帮你叫苏鹤晨，让他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我说得很认真。宋慕瑶却怒不可遏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甚至顾不上自己怀孕的身体，气鼓鼓地甩了我一巴掌。我们之间的问题，你为什么总是要扯上一个外人？你才是孩子的父亲，为什么要让别人送我去医院？许慕年，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有些吃痛地揉了揉自己的脸颊，这还是宋慕瑶第一次对我动手，为了一个别的男人。可让我觉得可笑的是，从始至终他都清楚地知道苏鹤晨是这段感情中的外人，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改变什么，继续纵容着他插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不想让别人议论你吗？上次都是他陪你去的，这次突然换我，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宋慕瑶被我对得说不上话来，只能站在原地瞪着我。恰好这个时候门铃声响起，我去开门，就看到苏鹤晨站在原地，见到是我后有些尴尬的笑笑。慕年也在家呀，刚好趁着这个机会跟你好好解释一下，上次的事情就是一场误会，你别因为我伤了和瑶瑶之间的和气。你们两个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好好珍惜才是。苏鹤晨向来如此会说好听的话，在宋慕瑶面前，他总是装作大度的样子，和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久而久之，就连宋慕瑶本人都觉得我有些草木皆兵了。宋慕瑶生怕会暴露什么，看到苏鹤晨的那一刻，就立马慌乱地挡在了他的身前。阿晨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是过来给你送药的。昨天晚上你走得太急，医院给你开的药都忘记了，还有上次你落在我家的衣服，我已经给你洗好了，顺便给你送过来。我瞥了一眼苏鹤晨提在手上的袋子，那是一个透明袋子，
不难看出里面装的是一套成套的贴身衣物。我突然就觉得有些可笑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，才会让自己的女朋友在另外一个男人的家里面换下贴身衣物呢？我还一句话都没说，宋慕瑶突然有些慌乱地瞥了我一眼，将衣服藏在身后，上前挽住我的胳膊：“你别误会，这是上次工作的时候外出突然下了大暴雨，阿晨刚好路过，顺便把我接回了家。他说湿衣服穿了会感冒，所以我才换下来的，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真是好奇特的体验。宋慕瑶居然会主动跟我解释这么多，只是现在的这一切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淡淡一笑，不动声色地扯出被他抱住的胳膊：“没什么好误会的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一起吃顿午饭吧。”说完我就往厨房里走，全然不顾身后的两人。苏鹤尘也一点都不客气，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。反倒是宋慕瑶有些不自在的跟在我的身后。“慕年，我帮你一起吧。”我没有接话，把他往外推。他好心过来给你送药，你不在外面好好陪他，和我待在一起像什么话？厨房我一个人就够了。说完也不顾宋慕瑶惨白的脸色，反手就把厨房的门关上。门外两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原本还一脸慌乱的宋慕瑶，没一会儿就被苏鹤尘逗得哈哈大笑。他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。原来真的有人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也能够轻易地俘获一个人的心。餐桌上，我埋头吃饭，苏鹤尘却皱着眉头，忍不住吐槽：“慕年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瑶瑶怀孕了，根本就不能吃这些辛辣的东西，你怎么就一点都不考虑她的感受呢？不过还真是辛苦你了。想当初我和瑶瑶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来都是我想吃什么，瑶瑶就给我做什么。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不舒服的时候，瑶瑶都还亲自给我熬了粥，那味道和我以前吃的一模一样。”说到这里，我又有些怀念了。苏鹤尘每多说一句话，宋慕瑶的脸色就变得苍白一分。因为我和宋慕瑶在一起的这些年，她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一顿饭。她说她的手生来就适合在事业上打拼，而不是在厨房里做这种事情。我信了，也舍不得她受到油烟熏呛。可我没想到，就是这样一个被我捧在手心上的小公主，可以愿意为了另外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地待在家当小娇妻。眼瞅着苏鹤尘还要再说点什么，宋慕瑶急忙打断了他：“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好了不讲话吗？鹤尘，你什么时候也这样不懂规矩了？”我也有些诧异地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的两人，就连苏鹤尘的脸上都同样写满了不可置信。毕竟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，宋慕瑶心里的那个天平从来都没有偏向过我。一顿饭在不欢快的气氛中好不容易吃完，宋慕瑶就马不停蹄地跑到了我身边的解释：“刚才阿晨说的那些话，你别放心吧，我不会误会的。反正我都已经不在意了，就算两人之间真的有什么，也跟我没关系了。”我本没打算理会苏鹤尘的，可他偏偏要一个劲地往我面前凑。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，他一个劲地盯着我衬衫上的袖扣看，好半天后突然轻嗤一笑。我说：“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？不过还挺般配的。”我整个人突然肉眼可见地僵在了原地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。抬手看了看手腕旁的那一对黑色袖扣，这是这么多年来宋慕瑶送给我的唯一一份礼物，我一直把它当作宝贝一样对待。什么意思？苏鹤尘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：“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这对袖扣是瑶瑶当初送给我的定情礼物，不过我们分手后，我就把这个还给她了。
没想到他到现在还留着，还把它给了你。我就知道瑶瑶是一个念旧的人。苏鹤尘话音刚落，楼梯上突然响起东西摔裂的声音。我和苏鹤尘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就看到宋慕瑶整个人僵在了原地，脸上全是掩盖不住的慌乱。反应过来后，他怒不可遏地冲到苏鹤尘身边：“你都跟他胡说八道了什么？谁让你乱说的？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出去！”苏鹤尘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，满脸涨红的看着眼前的人：“瑶瑶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不过是跟他说了一些。”他话都还没说完，就被宋慕瑶发了疯一般的打断：“我让你滚出去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”苏鹤尘要脸，更何况是在我的面前，突然被自己的爱慕对象这样吼，他拉不下这张脸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就恶狠狠地甩门而去。等他走后，宋慕瑶一脸慌乱地想要上前拉住我，却被我退后一步，拉开距离，眼睁睁地看着我摘下袖扣，像扔垃圾一般把它扔在了垃圾桶里。慕年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他说的这样的。那个袖扣真的是我亲自给你挑选的礼物，我不知道哪两个是一样的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，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。可我的心却像是冰窖一样寒冷。我冷冷地盯着他，语气更是冷漠的不像话：“宋慕瑶，你真的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你还要继续骗我到什么时候？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好骗吗？”我的一连三问让宋慕瑶的脸色一度变得苍白，可他还是依旧嘴硬的想要狡辩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我和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慕年，你要相信我，一个袖扣能说明什么呢？我爱的人永远都只有你，就算你不为我考虑，也要为我们的孩子考虑一下吧。”宋慕瑶说了这句话，却让我的双手紧紧地握成了拳。一开始我也曾幻想过孩子或许真的是我的，可就在刚才，我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的报告单出来了，上面赫然写着我有无精症，这辈子都不会拥有自己的孩子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人狠狠地揪住，扔在了冰天雪地里。我没有说谎，把朋友给我发的截图以及医院的检查报告通通甩在了他面前。宋慕瑶，到现在你都还要骗我吗？你真的让我觉得有些恶心。我看着宋慕瑶眼里的光一丝丝的消逝，到最后活脱脱的像一个被抽了生气的木偶娃娃，嘴里还在不住的喃喃自语：“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慕年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和你分开，可是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我又凭什么要一个垃圾呢？”宋慕瑶，从今往后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宋慕瑶还想要出言挽留，却在看到我冷漠的表情后，又把手伸了回去，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是他错得太离谱了，也根本不会有任何回头的机会。那天过后，宋慕瑶无颜面对我，干脆直接搬到这个城市。他走的那天什么也没带走，唯独拿走了那个被扔在垃圾桶里的袖扣，以及给我留了一封信。暮年，走到今天的这一步，实在是我咎由自取。可我想我是爱你的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你分开。我不祈求你能够原谅我，但我希望你能够永远地记住我。袖扣我带走了，就当是留作一个纪念。我只看了一眼，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失去后，才懂得珍惜的东西最为廉价。往后余生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